最高坐牢10年，罚款1000万日元。真是9个压路机坏了一个8个压楼。中国动画竟然在动画王国日本杀疯了。哪吒2横扫号称动画王国的日本影院，上映首周末直接杀疯，票房上座率双登顶第一，日本观众排队抢票，黄牛价翻3倍，连影院经理都懵逼了。中国动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猛？硬的让身为动画王国的日本人也感受了一波外国动画电影票抢到怀疑人生的感觉。本期节目带你们扒一扒扎尔是怎么用风火轮碾压樱花国的，而中国动画跟日本动画又有哪些区别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关注我，带你们解锁更多文化出海猛料。烽火沦仙富士朝，扶桑隐士卷狂飙，黄金坐炒3更月，青眼平开9雨潇。幕府铜钱堆作海，糖衣锦鲤月为桥。谁言东渡无心事，百亿云帆振起毛。目前哪吒2继续火爆，3月14号日本25家影院首映，5天之内所有的票被一抢而空。大阪影院因为观众太多，临时加开午夜场。咱们再来看看票房成绩日本首周末票房突破了3.5亿日元，约1600万人民币，创造了近5年华语电影在日最佳开画成绩。这上座率更是逆天，中文配音场次平均上座率98%，黄金座位被炒到了9000日元，相当于450块人民币。What the fuck！ 粉丝甚至搭帐篷连夜抢票，真是离了个天大之谱。目前全球总票房狂揽151亿，反超位列全球影史第5名的《星球大战》，下一步剑指铁达尼。与此同时咱们来聊一聊文化共鸣。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登上了日推热搜，观众们猛赞比《鬼灭之刃》还燃。再说技术碾压，水墨特效加赛博朋克风，日本动画从业者惊呼中国技术已经比肩好莱坞，带娃观影必看。如果说《鬼灭之刃》加哪吒2会等于什么？哪吒2更是迎来了动画王国日本本土化的神操作，日版配音直接请来了《鬼灭之刃》的团队，太乙真人操着一口关西腔，笑翻了大阪的观众。看过《鬼灭之刃》的都知道，日本当下第一动漫。那么咱们今天来盘一盘《鬼灭之刃》跟哪吒2有哪些区别。先来看第一文化共鸣，传统符号的现代转移。《鬼灭之刃》的重点体现了家族羁绊与人性的挣扎，守护家人是比呼吸更重要的事。炭治郎为救妹妹祢豆子踏上了斩鬼之路，将日本传统的家族羁绊文化演绎成了跨越生死的热血催泪弹。鬼杀队的队服、呼吸法战斗体系等元素既承载大正时代的和风美学，又与禅宗心体合一哲学结合，让观众在刀光血影之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坚韧。而至于社会的隐喻，如柱们背负着悲惨的命运，影射着日本社会对创伤后成长的集体共鸣，成为年轻人对抗现实困境的精神图腾。第二个再来看哪吒2，逆天改命与当代青年的焦虑情绪相贴合。而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源自传统神话的台词被重构为了当代年轻人对抗996福报、原生家庭压力的情感出口。哪吒的黑眼圈插兜摆烂的魔童人设，让观众们直呼这不就是在说我吗？既是对个体命运的一种反抗，也是对集体主义归信的叛逆宣言。再说文化符号的创新三星堆青铜人像变身结界兽，海底龙宫的水墨特效从千里江山图中活化，把中国传统元素通过赛博朋克视觉风格实现国潮破圈。第三个再来分析鬼灭之刃跟哪吒2的核心差异，就是叙事内核与表达路径。叙事逻辑个体成长对集体觉醒。鬼灭之刃聚焦个体救赎与家族使命的平衡，比如炭治郎的温柔式强大，强调个人信念对集体使命的驱动。哪吒2以哪吒与敖丙的对抗与和解，隐喻寒门逆袭与仙二代特权的阶级矛盾，最终落脚于打破天命的集体主义觉醒。
再看视觉美学，精工手绘对上了技术爆炸。《鬼灭之刃》飞碟社以变态级手绘，比如每6秒300张原画，打造细腻的动态美学。和风元素与暴力美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哪吒2呢，依托 3D 技术的突破，将敦煌壁画、水墨渲染与赛博特效的融合，如龙宫场景的粒子特效，每秒消耗100万算力，实现传统文化数字化的重生。第4点咱们再来看两者的受众定位、市场策略。《鬼灭之刃》属于日本全民级 IP， 覆盖全年龄段，通过泡面碾压、联名内衣等衍生品，透过日常的生活带动 GDP 增长 0.5%。而哪吒2呢，以国潮标签主攻 Z 时代，通过敖丙盲盒、IMAX 现实场等饥饿营销，衍生品众筹金额达到了1207万，溢价300%的隐藏款成社交货币。再看产业启示中日动画的互补与竞争。日本当下面临的困境是尽管《鬼灭之刃》票房登顶，但日本的动画产业面临着匠人精神与商业化的矛盾，画师的时薪低于便利店的打工，40%的动画公司亏损。京都动画纵火案更暴露传统手绘模式的脆弱性。中国的崛起哪吒2全球票房突破151亿，标志中国动画从技术代工转向了文化输出。但过度的依赖神话 IP 角色设计同质化，比如说网红脸女主，仍是短板。总结下来神话外壳下的时代情绪。《鬼灭之刃》与哪吒2的成功本质是将千年文化变成年轻人的互联网嘴替。鬼灭用家族羁绊治愈原子化社会的孤独感，炭治郎的温柔成为了社畜的精神解药。哪吒2呢，以逆天改命点燃年轻人的反内卷斗志。玉虚宫考场被戏称为神仙版职场生存战。两者差异背后是中日文化基因的分歧。日本强调个体在秩序中的韧性，而中国崇尚集体突破制稿的爆发力。在我看来《鬼灭之刃》强大的叙事逻辑加上细腻的情感表达，要优于哪吒2，而哪吒2的3D 技术层面则大大弥补了叙事上的不足。而未来若能将鬼灭的细腻叙事与哪吒的技术野心结合，或许就是亚洲下一个冲击全球第一的破圈大作。在如此火爆的局面下，观影过程中竟然出现了意外。然而就在大家热血沸腾抢票的时候一条日本观影规定竟然让一些家长来了个措手不及。原来日本法律规定，未满18岁的观众即便有家长的陪同，也不能观看深夜散场的电影。比如大阪的 IMAX 影院，一位家长带娃去看晚上7点50的场次，结果因为散场时间太晚，直接被拒绝入场。很多华人观众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纷纷表示长见识。发行方紧急规定买票前务必核对好结束的时间。有的大聪明网友就庆幸还好我抢了5点20的场次，渣儿值得2刷 IMAX。那么日本的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到底是个什么？这部法规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规定在大阪、冲绳、福岛等多个地区晚上10点以后未成年人不能在外面看电影，即使家长陪着也不行。而在日本其他地区这个时间则是晚上11点，除了电影院深夜10点以后未成年人也不能待在居酒屋、娱乐场所等公共空间。日本对于青少年保护的严谨程度可见一斑。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小插曲，哪吒2的海外成绩依然亮眼。这不仅是一次电影票房的胜利，更是中国动画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成功输出。下一站全球4月4号，日本全国上映 IMAX 加场，英国、爱尔兰的点映票房冲进年度前3，这就是中国动画现在的牌面。从被好莱坞摁着打，到如今用东方美学征服全世界。渣儿告诉所有人神话宇宙我们才是顶流。4月4号，日本全国上映以后 ，IMAX 场继续冲。也别忘了，国内上映的时候你贡献了几张票？评论区告诉我。最后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全世界都听懂。家人们，咱们的渣儿在日本又封神。为什么我要说又？上映首周票房直接登顶，日本观众挤爆影院，黄牛票炒到天价。但是你知道吗？有个人看电影差点把自己给看进了监狱。随手拍张照片最高罚款48万，蹲大牢10年。接下来带你们扒一扒渣儿火爆全球背后的
法律生死簿。日本倒搓比妖怪更可怕的是天价罚单。说起倒搓，一言难尽呀。你们在哪听说过？反正我是没听说过。但是有 DeepSeek 老师，请教完老师就知道啊，倒搓就是咱们说的盗版。日本电影倒搓防止法规定，任何拍摄电影画面的行为，包括手机随手拍，均属违法，最高坐牢10年，罚款1000万日元。连静音偷拍也不行。真实案例啊，大阪影院有观众因为盗摄被工作人员请出了电影院。网友吐槽，在日本看哪吒2，手机得锁包里，比锁在保险箱还严实。日本更是推出了防盗黑科技啊，手机拍照强制带声音，影院专人巡查，门票标注开场40分钟后禁止入场，连手机光线干扰都要管。别以为逃回中国就安全了呀。至于我们国内的处罚，律师都敲黑板了。中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盗版需要承担民事的赔偿，什么删除、道歉再加赔偿，严重的情况要按刑法判3至10年有期徒刑加罚款。什么山寨的周边枪版资源同样违法。未经允许卖个哪吒手办可能赔到倾家荡产。在国内影院遇到了盗摄，可直接拦人删除内容。如果拒不配合者，强制离场。网友辣评拍个照发朋友圈，不小心朋友圈变成了铁窗泪，真可谓全球热潮。渣儿用票房打脸盗版。再看文化输出日本观众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台词疯狂倒搓严法，反成话题。中国动画燃到了让人忘了偷拍，技术碾压。好莱坞影评人盛赞哪吒2的特效媲美迪士尼。日本网友刷屏这水墨风把新海诚都给整破防了。票房神话，全球票房破151亿，近30国上映。南美观众跪求加场，求渣儿来巴西闹个海。终极提醒文明观影等于守护国漫的未来。一部哪吒2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动画的硬核实力，但盗摄就像申公豹的诅咒，毁掉的不只是票房，更是千万创作者的赤子心。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我们用在票房利息上，更要用在尊重版权上。点亮小红心，转发提醒身边人，文明观影，别让盗搓偷走国漫的明天。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